这是一条普普通通的小溪，在这条小溪上，你将见证人类桥梁的发展史。跨越一条小溪，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用石头，这就是汀布。但是当水深增加，石块会被溪水淹没，你可以投放更大的石头，或者用树干横跨两岸。这根树干就是独木桥，它有2个支点，也叫剪支梁桥。如果水面变得更宽，树干也会变得更长，更长的树干就容易弯曲。你可以在中间再增加一个桥墩来提升桥梁的承载力。这还是独木桥，但连续跨越了多个支点，也叫连续梁桥。但是这样的桥梁一次只能1人通行，你可以将桥面做得更宽，让更多的人可以同时通行。这种多个树干捆绑在一起的桥梁就是木排桥。这时你肯定会发现，桥墩阻挡了航行的船只。如果取消桥墩，树干的长度就很难满足要求。你可以将树干放在桥墩上，用石头压住树干的一端，就可以让树干悬挑出去。同样的原理，在这个悬挑结构上再次悬挑，2个这样的结构就可以建成一座桥。当然，河面再次变宽时，你还可以在这2个悬挑结构上架设木杆，延长桥的跨度，这就是深壁桥。如果河道再次变宽，你可以在河道中间再建造一个桥墩，让木杆往2侧悬挑。这时你甚至不需要用石头压住，树干就可以悬挑出去。你可以建造更多的桥墩，让这个桥变得更长。但是在南方山区，频繁的雨水会加速木结构的腐坏，导致桥梁坍塌。你可以将桥墩换成石头，在桥上建造一座廊子，遮挡风雨。廊子也成为居民的活动空间，这就是风雨桥。但是风雨桥需要大量的木材和石头，没有石头就只能用木头，没有长木头就只能用短木头。将3根木头摆放成弓字形，2个弓字形就可以相互穿插支撑起来。同样的原理，你可以将2个相同的结构穿插起来，就得到了一个木拱。在这个木拱上支撑桥板并建设廊子，就是木拱廊桥。当然，桥梁的发展路径不止这一种。回到早期的汀布，你还可以用石板架在石头上建造桥梁，但是石板的长度有限，你也可以一层一层堆叠来提高桥的跨度。当然，也可以将石板斜放来提升桥的跨度。你还可以将更多的石板拼接在一起来获得更大的跨度。这时桥面的重力通过石板往下传递，与侧面石板的重力会形成新的合力，但是合力的方向与底部石板的传力方向不一致，结构就会坍塌。你可以在2侧堆放石头，承担一部分分力，就能让合力的角度与石板的传力方向一致，力就会传递下去。同样的原理，你可以用更小的石板变成一个圆拱，这就是石拱桥。如果调整石头的角度，让力的传递路径始终保持在石板内部，所形成的拱就可以独立支撑，也就可以建造更大的跨度，这就是悬链线拱。在这个拱上增加桥墩支撑桥面，就是上层式拱桥。用拱吊起桥面，就是中层式拱桥和下层式拱桥。再回到独木桥，你也可以换成方木，取消桥墩。你可以用绳子吊起树干，绑在2根斜交的木杆上，桥梁的重力会通过绳子传递到木杆，再由木杆传递到两岸。如果河道变得更宽，你可以在岸边增加一根木杆，吊起树干，但是这根木杆的顶部会发生转动，你可以用一根木杆抵住，整体结构就十分稳定。同样的原理，当河道变得更宽，
你可以在另一侧也增加一个这样的结构，甚至可以将这个结构做得更长，这就是横架桥。你可以用钢结构替换木杆和绳子来提升横架桥的跨度。如果想要获得更大的跨度，你还可以用拉索吊起桥面，铆固在桥塔上。这就像一个人抬起一块桌板，人是桥塔，手臂是拉索，桌板就是桥面，这就是斜拉桥。当跨度再次变大时，你可以用2座桥塔的斜拉桥，你甚至可以用它来跨越峡谷。但是当跨度继续变大，斜拉桥的拉索会变得更长，拉索会因自身重力而下垂。如果将两侧的拉索连接起来，你就得到一根自然下垂的悬索。如果采用更高强度的索绳，你就可以将其余拉索铆固在悬索上，这就是悬索桥，是目前世界上跨度最大的桥梁类型。恭喜你，从汀固到悬索桥，你让桥梁千年演化，让天堑终变通途。